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三集，德国神话破灭，转折点是2022年2月，因为德国的政治它是紧跟着美国的，特别积极呢，对俄罗斯发动了除了能源之外各方面的制裁。欧拉，别，他们是来搞清洁卫生的，在这个沙滩上面。我刚才看见起码有5、6个人吧，这沙滩的面积也不是很大呀。大概可能长度就是100米左右吧，然后深度可能就是50、60米左右。好，我们继续讲第三集。我是想从教育来说说德国的神话终结。德国的教育其实相对来说在世界上还是比较强大的，因为德国的教育是免费的，象征性收费一点。但是与比如说像盎萨国家比起来，德国的教育确实是免费。现在有的州可能每个学期收费1500欧元，但是大部分还是1分钱都不收，只有一些注册费，还有学生会那种费用，那也不多，可能就100欧元，100多一点。但是呢，德国的教育因为它那个语言的原因嘛，所以吸引高精尖的人才比较难来德国留学。有一点能力的，可能首先考虑的是美国，然后是英国，然后还是其他英语国家，对吧？德国只能算教育国家输出的2线吧，2线国家，就是实在没有办法去美国、去英国，可能是自己家庭的经济原因或者得不到美国的奖学金最后呢跑到德国来了。因为毕竟德国每年可以节约很多很多的，相对于这些美国盎萨国家来说那种高昂的教育费、留学的费用。在世界有名的大学当中，德国有几所大学可以拿得出手的。比如说像慕尼黑工大呀、柏林工大，还有亚琛工大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但是从德国的工业的衰落，我们就可以看到，还是因为德国教育的原因，也就是德国呢人才比较缺乏，所以呢经济界老是在喊我们要引进外国的人才、专才等等，就是本国不能提供足够的那个人才，特别是理工科以及 IT 的人才，那与他们的教育很大关系，对吧？因为德国的教育又是呢比较保守的，有些新的科目可能跟不上。比如说现在德国的工程，德国本来就是他们的制造业发达，就是因为他的工程师很多嘛，对吧？他的工程方面的教育比较好，但是现在呢也跟不上形势了。另外，在德国，以前呢工程师很不受欢迎。特别是2000年到2010年左右，德国很多工程师那个毕业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那对整个其他今后那些人，他本来原来想学工程的，看到前面的学哥学姐们找不到工作，那他也不敢去学了。另外，我发现呢，所有西方国家这种选举制的国家，都是比较注重什么医疗呀，当医生的，在这些国家，他那个社会地位特别的高。还有德国的律师也一样，我相信在美国其他西方国家差不多，律师的地位也非常高，律师赚的钱也比较多，所以呢，导致了很多人他首先想，我学医，我学法律，对吧？说到学法律，我就想起了，我说是西方选举制，台湾也属于西方选举制，对不对？你看，陈水扁是不是学法律出来的？空心菜是不是也学法律的呢？对吧？他们当到所谓的一个总统了，他们就是最好的榜样，对吧？所以我想可能在台湾也差不多吧。大部分人可能想当医生呢，大部分人也想当那个律师，对不对？因为有前途可以从政，可以当高官，然后呢可以私捞，可以捞很多很多的钱，有各种好处。在德国也一样，如果你一个社会不注重自己的理工科的人才，所以导致了这个社会的工业也会被拖累，对吧？说到这个工业被拖累，说到理工科人才，还有一点，就是德国呢，虽然有些方面它的航天还是很厉害的但是总体来说，德国的航天没有很多的地位，对吧？所以导致了德国航天没有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东西。我再重复一次有些方面确实很厉害。比如说在什么测量方面听说德国
帮助中国这嫦娥登月的啊，提供这测量数据的支持。这点咱们呢，如果是他们真的帮助了，我们也应该感谢德国。但是总体来说，现在德国的教育确实很成问题。一个是高等教育，它的科目可能偏旧，教材偏旧，理工科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导致了他们的教育与现在现实完全脱节。这也是导致德国这个电动汽车的发展跟不上的原因。因为他们当领导的，比如说企业的领导，他们没有这个危机的意识，也没有后继人才。如果他们有后继人才，他进入这个工厂之后，他有战略眼光，他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的上司啊，对吧？后继无人，导致了他的上层没有这个眼光，最后呢，导致了错误的这个政策决定。说到教育，还包括基础教育，可能大家不信，现在的德国啊，一代不如一代，这年轻人有不少人在德国啊，小学4年级毕业，大家没听错，在德国小学4年级就毕业了。毕业之后呢，4年级之后，也就5年级呢，就是分道扬镳了。有的人去做职业培训去了，有的人呢去读高级中学去了，因为他们的高级中学的方向是读大学，去做培训的话，今后是当这个职业工人的啊。所以在小学4年级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转折点。听说在德国，小学毕业的人了，很多人连简单的听说读写都成问题。因为德国的基础教育特别的差，现在差的原因有几个，一个是师资的力量非常的不足。因为前面说了啊，德国的高等教育都成问题了，对吧？那教育出来的这些教师、这些人才，他们的素质也相对也下降，对吧？还有另外一个呢，这些年呢，移民越来越多，很多移民的孩子，他们移民一句话可能德语都不会，他们在家肯定也是说他们本国语言的，对吧？加上这父母呢没有这个教育的意识，他不像我们儒家这些人的父母啊，我们儒家的文化就是万事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孔子的这个想法。虽然我不是特别同意他，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啊，就是读书的重要性。而在德国这种国家，他是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所以导致了很多德国的父母还是这样的，不能够施压给自己的孩子，让自己的孩子凭兴趣去学。所以在德国呢，很少有家庭作业的啊，更没有补课，更没有什么兴趣班了。所以导致了德国总体来说呢，基础教育我觉得要比中国差很大一截。又加上德国移民越来越多，他们的孩子连普通的德语都不会，然后就上幼儿园了。幼儿园之后呢，可能他的德语也不是很溜，导致了你看到了他的小学就受到很大影响。在德国，你是不能够把外国人的小孩呢跟德国人隔离开来的，这是政治不正确的。所以在一个班里，可能有德语一句话不会的外国的学生，也有呢德语母语的那个学生，就是参差不齐，所以导致了在德国基础教育不能够按照课纲来执行，不能够按教育的进度去进行教学，就是因为学生呢参差不齐，导致了老师现在也只能马马虎虎去完成自己的任务算了。还有啊，德国有很宽松的请假制度，就是说医生对开病假条非常的宽松。比如说我是老师，我不想去上课了，然后呢我去看医生，或者甚至打个电话说我不舒服了，我需要请假，医生甚至会问你要请多少天。如果你说7天，甚至有的医生说请2个礼拜吧，7天太少了。你想想看，如果一个老师动不动就请假2个礼拜，又没有人顶替上来，那就感觉这些学生相当于在课堂里面自习了。一个班有几个学生能够静下心来自己自习的？如果一个班小学生没有老师来监督，那个班还不吵上天了？那些想学习的人也会受到影响。这样久而久之，造成了德国这基础教育每况愈下。既然这个教育已经被落下了，他的大学教育也会受到影响，对不对？高等教育受到影响之后，他这个发明创造也就少了。大家看看过去10-20年，属于德国自己的发明有吗？如果有的话，有多少呢？至少我是不知道的。我唯一知道就是听说 MP3 是原来德国的发明，
其他我就不知道了，好像没有其他了。我是做一个普通消费者，反正我是不知道德国有哪些创造发明的过去。说到创造发明，我又想起了德国人说的啊，他们总是在嘲笑中国这种填鸭式的教育方式，说中国学生呢只会死记硬背，没有创造能力，加上呢中国是独裁制度，所以导致了中国人没有自由去思考，加上中国是独裁制度，不像我们选举制，我们很自由，所以中国人独立思考能力很差，他们的创造能力也非常差，这是德国人固有的观念啊。如果不信，大家来德国之后可以问问德国人是不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很遗憾，你说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能力，但是中国可以做到嫦娥登月啊，中国可以做到机器人从火星又回来呀，你德国人可以吗？德国人有这个创造能力吗？中国凭自己一个国家能力可以建成复杂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你德国有吗？整个欧盟都没有啊，对吧？你不是说你们发明创造能力那么强的吗？为什么德国就没有呢？其实啊，下次如果你们在德国碰到这样的情况，就用这2个例子来怼他们就行了。说来说去，还是因为德国的教育呢，也已经被落下了。现在由于德国积极制裁俄罗斯，经济不行的话，那税收不行了，对今后教育的拨款呀，肯定也会越来越少。对德国的教育今后，你说有好处吗？对不对？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德国普通老百姓他们的生活是不是非常的富足呢？可以告诉大家，这2年德国老百姓的生活啊，可以说是直线性的下降。由于德国的政治操作啊，导致了德国的物价飙升，能源价格飙升，那它是连锁反应的，导致了通胀。过去2年特别的严重，有多严重呢？是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你们就知道了有多严重了。但是物价的涨幅远远大于德国人的收入的涨幅，收入当然也增加了，但是呢，物价涨得更厉害。所以德国报纸已经报道过，2年来德国人的净收入是下降的啊，也就是说，把德国人的收入，比如说工资的增加率和物价的上涨率，这因素都考虑进去了，最后导致德国人实际收入连续下降。实际收入下降意味着德国人的生活水平当然下降了，对不对？可以说吧，从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涨价。衣当然是从服装鞋帽这方面啊，涨价当然非常厉害。还有住，那就更不用说了啊。住当然包括取暖费啊，还包括呢住宿的那个租金啊，这些涨幅也非常的厉害。行也一样，前面也谈到这个汽油的价格飙升，对吧？能源价格当然包括汽油了，汽油、柴油、液化气价格飙升，所以导致了出行的那个成本也大幅增加。当然，公交车的价格也贵多了。告诉大家不信啊，在科隆，比如说吧，坐公交地铁超过4个站的，现在是3.5欧元了。这我觉得真的要折合成人民币来对比一下啊，1:8，大家乘，3.5欧元就是28块钱。坐公交地铁，你能想象吗？28块。大家注意啊，我为什么要折合呢？就是让大家有个比较直观的比较跟中国。有人说赚欧元花欧元啊，但是你德国人普通的，不管是平均还是中位数的收入，有工作人德国大概是2500块。你觉得中国平均的收入值2500块吗？应该不止吧。我认为啊，还是要折合人民币来算算才有可比性。衣食住行各方面支出都大幅增加，有多惨？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例子吧。取暖，因为德国冬季非常漫长，取暖大概要从，你要看在某个地方了啊，海拔高的地方可能从9月下旬就开始要取暖了。我们在科隆一般是从10月底开始要取暖，要开暖气，一直到第2年的3月底左右啊。也就是说，小半年甚至半年时间需要取暖的。如果你能源价格飙升了，那表示你的取暖费也会大幅增加。所以在德国啊，很多人呢没有取暖自由，有多糟糕呢？要
设定自己的家里面的温度最高多少度，我能够忍受下来，不会动。然后呢，我就把那个温度调到那个，因为德国的暖气它可以自由调节这个大小的，大部分可以自由调节啊。所以导致了德国很多人宁愿证实了有那个俄乌危机刚爆发的时候，德文说的，我宁可盖5张毯子，我也要制裁俄罗斯的能源一样。现在真的是这样了啊，因为能源价格太高了，取暖费太高，所以导致了一些德国人他不得不把暖气把它关掉，干脆不开，或者是关小，穿着羽绒服或者是披着大的毯子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就是为了节约暖气费，有多可怜？在一个所谓的发达国家，甚至连取暖的自由都没有，这是真实存在的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家就这样，我们家那个人特别节约。其实从他的收入来说，没有必要那么节约。他说我就心疼。以前比如说是80欧元的暖气费，如果现在要我花120或者160，反正翻，他说我就心疼。如果是这里涨价1倍，那里涨价1倍，这么算起来，我的工资也不够用啊，对不对？他说的也有道理。所以呢，尽量在这里节约一点，那里节约一点。我们家现在极少开暖气的啊。他说，如果我不在家的话，就他一个人在家，即使不开暖气，在家的温度也可以能够到忍受的那个程度了，所以他不开。就是我回家之后，我回到德国，我觉得实在太冷了，因为那个脚都是冷的，所以不舒服啊。我当然要打开暖气了，对吧？所以说我们家就是一个例子，宁可不开暖气，要节约能源啊，买厚袜子或者是穿厚一点的秋衣。然后我在山西的朋友告诉我他说你看我们在农村，暖气都足足的，在家里呢甚至要穿那个 T 恤，冬天的时候有暖气啊，让我感到羡慕嫉妒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认为北方应该还是要好好节约能源，不要自豪的说我们大冬天的在家里开着暖气，然后穿着 T 恤，就让你们南方人羡慕嫉妒恨，我觉得大可不必。最后几秒，不知为什么摄影器材没有录下来。我想说的是，即使在号称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的德国，由于政治糊弄，导致老百姓的生活每况愈下。大冬天的，连暖气自由都没有了。难道这就是为了援助乌克兰，德国老百姓要付出的代价吗？好的，德国神话破灭的话题就到这里结束，不禁让人万分唏嘘呢。好了，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后见，拜拜。我在德国科隆的一个地铁站叫 Heumarkt， 这是一个大站啊。大家看看在地铁站这里有什么东西。这里大家看看吧，这就是德国啊。这里有餐馆，你看。然后这里地面是这样，现在是12月31号下午，就是阳历的除夕。我们再拍一拍吧，看一看这里。大家觉得德国干净吗？看看。全是的烟头啊，你看。全是烟头，大家看看，这就是德国，2023年12月31日。又回到这个地方了，你看。哎呦，这个鸽子刚才飞起来了。
不可想象啊，德国堕落成这样子，真的不可想象。这有一只手套被忘记了，你看看下面多少烟头啊！